电影贺岁档啊，说哪一部票房最高？那得数从去年12月18号开始上映到现在也不过20天的《寻龙诀》。这《寻龙诀》票房啊，今天我看了一下呢，都快冲到20个亿了，也难怪它票房高。因为自打那部小说啊《鬼吹灯》在网络上火了之后啊，很多人都盼着等着有和盗墓有关的电影啊能够及早问世。所以这部《寻龙诀》呢，票房是大卖特卖。那么这里边呢，就是说这个陈坤、黄渤、舒淇这3个摸金校尉啊去盗墓，然后凭着《寻龙诀》啊找古墓。那么有很多人没有看过《鬼吹灯》这小说，也纳闷说什么是寻龙诀啊？什么是摸金校尉啊？咱首先给大伙解释解释寻龙诀是怎么回事。简单说，咱们大伙都知道什么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一十五，这叫乘法口诀。哎，寻龙诀和这个类似，说白了就是为了干一件事总结出来的比较准的口诀。那么说这口诀是用来顾名思义说找龙吗？寻龙吗？不对，这个龙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山。你看咱们说山脉，有的人说这叫龙脉。你看咱们看那个金庸小说《鹿鼎记》里头说，这个满洲人呢在关外龙兴之地那有龙脉，山里埋着宝贝呢，找最好的墓葬所在地那个山的形状，找这个地方，这叫寻龙诀。以前寻龙诀里开篇呢就说好风水得4个条件，叫青龙蜿蜒，白虎驯服，玄武垂头，朱雀翔舞。哎，这是墓葬最好的地方。你看这个寻龙诀应用多广泛吧？据说当年呢，唐朝时候有2个看风水的大家，一个叫袁天罡，一个叫李淳风。这哥俩呢，武则天把他们找来了，说呀，我死之后得葬个好风水地方，你们呢在长安周边给我找。结果这哥俩找完了，一前一后都回来了，这地方找着了，离死80里地开外。袁天罡在那儿埋了个铜钱儿，李淳风在那儿呢插了一根金针。结果把这地方找到，发现呢，袁天罡埋的铜钱儿正中间口里头正是李淳风插那根金针。说2位都是按照寻龙诀找的，最后就能精确到小数点以后多少位，正好就那块地方。所以过去呢看风水啊，依照寻龙诀，哎，根据这个选好墓地。那好，你能根据这个选好墓地，那我盗墓的就能根据这个把你墓地找到。所以寻龙诀后来成了盗墓的人呢手里头必备的一个基本的公式定理。所以这个戏叫寻龙诀，寻龙诀从这上来的。那么说什么是摸金校尉呢？这里边那个演这个大金牙的夏雨经常有那么句词儿，就说陈坤这个舒淇他们几个正宗摸金范儿。摸金校尉是什么呢？你要听这名啊，摸金指啥呢？说白了四外边都没亮，摸金宝贝，这就是盗墓吗？校尉什么意思呢？部队里的军官。说怎么一个盗墓的下三滥行当，怎么还有部队军官呢？有，从哪儿来的呢？从曹操那儿来的。说白了10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这盗墓这行祖师爷是谁呀？就是曹操曹孟德。说曹操怎么是盗墓祖师爷呢？那个时候18路诸侯讨董卓之后啊，他就盯上墓地了。这也难怪，这个东汉末年三国魏晋南北朝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盗墓高峰。为什么呢？因为西汉东汉汉朝这400年天下相对来说社会很稳定，积攒了大量财富，所以这时候很多人都把发财的这个想法寄托到墓地上。曹操这个时候呢正需要军饷呢，所以他当时呢就成立专门的机构。曹操当时盗的最大一个墓是西汉时期的这个梁孝王刘武的墓。所以曹操当时盗这个墓的时候呢，指挥下边人他自己亲自上阵，最后从这墓里呢运出来好几万斤的珠宝。这些得有多少钱呢？养活了曹操的军队整整3年。你琢磨吧，这曹操是怎么进到这墓里边，怎么找进来的？有人就猜啊，曹操掌握了寻龙诀的诀窍，也拿着罗盘四下看，念念叨叨的寻龙分金看缠山，一重禅师一重关，这词儿你听着熟吧？寻龙诀里边
那胡八一、王凯旋不就念叨这个吗？这就是寻龙诀里的内容。那么我们再看寻龙诀里边，你会发现摸金校尉啊有很多规矩。你看那个陈坤，这个寻龙诀一开始，他们这个摸金校尉这仨人到了这墓地里头，先在东南角这点一根蜡烛，什么意思呢？这蜡烛要亮，那咱接着干活拿东西。这蜡烛要灭了，不行，不能拿了。为啥呢？有句话叫鸡鸣灯灭不摸金，这啥？鸡鸣好理解了，鸡一叫天亮了，不能再干这事了。灯灭什么意思呢？说这里头啊，人点灯，鬼吹灯。这墓穴的主人是鬼，你点了灯了，他来气了啊！你来偷我东西了，突一口把灯给你吹灭了。这就说这鬼呀，不愿意让你动他的墓穴，你得规规矩矩的，连磕3个响头，从墓门那出去，就别碰这个了。哎，这叫鸡鸣灯灭不摸金，给人的感觉好像这个讲规矩啊。说这规矩是曹操留下的吗？不是，这是《鬼吹灯》的作者天下霸唱瞎编出来的。为什么他要编这个呢？给人感觉道义有道。就我们这个偷东西的盗墓贼，我们也有我们的这个规矩，我们也有我们的情怀。其实这叫什么情怀？就像我们有的人批评老炮，说一帮这个老流氓还打架，还有什么情怀？这个那个。哎，其实这个跟那个挺类似。就说这个盗墓贼在过去啊是下三滥，说白了，你进墓地里头就是偷人东西去，还管墓地主人高兴不高兴？如果墓地主人在天有灵，谁能高兴你进里偷东西？所以说这把蜡点上了，一灭就走，假仗义。本来他就没安好心，但为什么要有这个规矩呢？说在东南角那放上呢？这个蜡一旦要灭了，说明啥？咱们现代人都有科学常识，说明里边氧气浓度不够。没有氧气，人在里头不就得憋死吗？所以这蜡烛一旦灭了，氧气不够，咱得赶紧走。说白了是科学道理，也是盗墓贼为了自我保护一种方式，非给扣上一个哎，别惹恼人家神灵，咱赶紧撤吧。有的朋友还纳闷，说怎么非在东南角的放个蜡烛呢？这个里头涉及到很复杂的中国古代阴阳八卦的知识。就八卦里头呢，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这是八卦。东南角呢是巽卦，巽卦呢是风，代表着风。这个地方为什么说东南角是放蜡烛呢？一般来说，这个代表着风这一门啊，是主进出的。就这个地方呢，绝大多数的墓地的门是开在东南角的。这里既有迷信，也有现实当中的风水。在东南角这放上蜡烛呢，一旦它要灭了，说这地方空气流动它都灭，说明这里头真待不了，咱赶紧走。再一点呢，搁东南角这蜡烛离门近，真要发现危险呢，咱赶紧借着蜡烛就撤。所以这块呢撤退才方便，所以这是为什么搁到东南角。你看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虽然没看过《鬼吹灯》，听你这么一说，这里头说的甭管真的假的吧，老玄乎了，有意思。确实是，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盼着呀，把这《鬼吹灯》啊能搬上银幕拍个电影。那么今年呢，我们大家到现在知道的有2部跟《鬼吹灯》有关的电影，一部呢是陆川导演的《九层妖塔》，一部是乌尔善导演导这个《寻龙诀》。那么这2部电影呢，有人就看说我们已经有个新题材电影，有人就拿跟国外比。其实国外电影里边呢，盗墓也是个题材，就是他们可能不叫盗墓题材，叫墓地探险，其实也都差不多。你看咱们这个《寻龙诀》里头，夏雨演的商人大金牙，就说这个出现幻觉了，有不少大粽子。他说这大粽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僵尸。那么在国外的这类的墓地电影里边也有这样的。你看咱们说木乃伊，这很多朋友都看过。木乃伊那里面呢是军官理查德，带着手下呢到埃及金字塔去，本来就是为了偷宝贝发财，结果发现了一个被诅咒的巫师。这个巫师呢下边那些鬼怪都是些木乃伊，这最后变成了跟着巫师打了。下面咱再说说这个精彩的动作戏。国外有一部很出名的和墓地有关的电影叫《夺宝奇兵》，导演呢是大家都知道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斯皮尔伯格拍《夺宝奇兵》呢，它内容就是呢一个叫印第安纳琼斯的博士到世界各个地方墓地考古，
这个电影呢，80、90年代上映，咱们很多朋友可能没看过，但是有不少人呢在网上看过片段，都对哪个片段印象深呢？就《夺宝奇兵2》里边，就这个琼斯博士啊，领着小男孩还有那舞女，这仨人呢，在这个地下魔宫让人给追杀，就跑到一个原来的废弃的矿道，坐着那个开矿的车呀跑，由一个车跳到另一个车，跟过山车似的，非常惊险。你看着的时候，你这心都跟着揪着。那咱们再看《寻龙诀》里边，那不是有一个地下工事吗？最后这个胡八一、王凯旋两个人借着地下工事里头那个上升那个跟电梯似的隧道往上跑，结果地下工事里爆炸了，他们借助这个缆车跑了。就是这样的动作戏，基本上在这目的电影里都有，就冒险，最后呢又克服这种险境逃生，所以这种戏非常多。再一个女主角。你这个戏黑咕隆咚的都在地下，也挺可怕，往往盗墓还都男的，得加1、2个女的。你看那个以前有个电影叫《古墓丽影》，很多朋友都看过。这个阿基丽娜·朱莉呢，我是开始听这名说我都含糊，我听说跟布拉德·皮特是两口子，我说布拉德·皮特真厉害，一下就娶仨，哪仨老婆？安吉丽娜·朱莉。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人。那么你看《寻龙诀》里边就出现了跟劳拉类似的角色，就舒淇演那个杨雪莉，你就单看外形，那都是向这个劳拉致敬的。怎么致敬呢？俩人都是那个大毛花辫、长辫子、小背心，为啥小背心显体型漂亮啊？然后下边呢方便运动的那裤子，一个大长靴子，都这身打扮，而且腰间系个腰带呢，就跟咱们现在那电工的腰带似的。这个劳拉这个腰带上插2把枪。等舒淇演这角色腰带上呢是些钩子什么呀，盗墓的工具。而且你还别说，这俩人那嘴都挺大，嘴唇都挺厚。就是这样的戏得弄一个很漂亮的很性感的女主角撑场，要不然这个电影你看着呀，咱实事求是说特别费劲。再有第3点呢，中外这个盗墓的片子很类似的，就所谓的情怀。什么情怀？说白了，盗墓刚才我说了下三滥的事儿，你总得给安上个高大上的理由。你像那个木乃伊里边就是嘛，这理查德开始去是盗墓偷宝贝去了，可后来发现呢，这个被诅咒的巫师啊要复活，这个邪恶的巫师要复活呢，就统治全世界，人类就倒霉了。所以咱不偷宝贝了，坚决把这巫师给摁住。说白了，男主角呢变成了一个拯救全世界的大英雄，达到了一个高大上的主题。那么中国的盗墓电影呢，咱实事求是说呢，没有人家那么大英雄主义，反映的情怀是什么呢？就正确的情怀是什么呢？是一种放弃，一种牺牲。咱们先说九层妖塔里边，那里头那胡八一，最后呢，为了能够保住大家的这个生命安全，自己掏枪呢，把自己的这个情人杨雪莉给打死了。为啥？自己情人已经被这个邪恶的东西给控制住了。如果你让他活下去，大家都活不了了。这是一种放弃啊，一种大情怀。咱们再看《寻龙诀》里边也是，那里头呢，这个Angelababy演那个丁思甜呢，既是胡八一的这个情人啊，同时也是这个王凯旋的梦中情人。所以后来他们怎么能够穿越时空能相见呢？是因为有个彼岸花。咱说在那彼岸花做的就像个普洱茶茶饼似的，我都怀疑这个导演呢和里边人都是普洱茶的爱好者。这个彼岸花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能给你带来幻觉，然后在这个幻觉当中，这胡八一和丁思甜就能甜蜜的相会。你进入这幻觉状态，进入墓地，这些人都活不了。所以胡八一毅然决然的放弃了这个和情人在梦幻当中相会的机会，咔嚓把这彼岸花70就块陨石给打碎了。所以你说这不是大情怀吗？这也是一种大情怀。就首先得保证这个主题思想的正确。所以这是我说的就中外盗墓电影非常类似的地步。寻龙诀我实事求是说啊，它的特效做的确实不错啊，情节也挺紧张刺激，看可以说及格，但是这绝不是一部优秀的电影。我倒觉得这个将近20亿的票房啊，都有搞笑成分。为什么呢？很多人吹捧说这里头演员演得好，哪儿演得好？就你看陈坤、舒淇、夏雨、黄渤，
我认为这里头黄渤这些年演的最差的电影就这个《金梦诀》。这4个人我总结什么呢？陈坤装酷，舒淇装疯，黄渤装傻，夏雨装二。为什么我这么说？演的太浮夸了，因为这个戏的情节特别简单，没有多少可深挖的地方。大家记住，这是电影的一个规律。如果情节本身呢很丰满，那么演员跟着情节走就容易出好戏。这个戏情节太简单了，从美国回来啊，就是到墓地里，最后隔空与情人相见，很简单，没有多少那个深入内心的戏可挖掘。所以演员要想演这个人物，那就得发力使劲。你不觉得陈坤在那装酷有点装大了吗？说实在，我在看这电影的时候，一到黄渤跟夏雨出场，我这耳朵灌满了，我都受不了，哇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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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这个，满场都是噪音。就说这个戏本身从演员角度来讲真不值得咱们说它好。可是问题呢，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你要跟九层妖塔里那些人物一比呢，这戏演得好了。你看九层妖塔里边赵又廷演那个胡八一，一比那陈坤就比他帅多了，感觉也比他好多了。所以什么东西都怕比，这一比就显得寻龙诀好了。所以这俩片子一前一后呢，等于九层妖塔呀给寻龙诀做了一个大广告。再你从情节上看，说这乌尔善这改编的好，他把里头很多东西啊，尽可能跟中国传统文化做本土化的尝试。这样很多人一看这里头又阴阳八卦五行，这是咱自己的东西啊，这不是从国外抄来的。它不同在哪儿？陆川弄的怪兽，很多人都感觉这不就好莱坞那套东西吗？动不动就打怪兽啊，动不动就一个变异的基因什么这怪兽出来了，太没意思了。这不是咱们中国传统的东西。其实啊，我倒觉得陆川这个九层妖塔没玩好。你看里头咱们看那个大怪兽，那个怪兽是有来历，而且就是中国的东西，那可不是西方什么怪兽啊演变过来，不是。它是什么呢？它有个大号叫金毛猴，这猴就反犬旁搁一个孔子的孔。金毛猴是什么呢？你要是有机会到北京这故宫不前后都有那华表吗？华表最顶上刻着一个石兽，那个石兽就叫金毛猴。相传它是呢这个观音菩萨的坐骑。封神演义里边呢，观音菩萨叫慈航道人，他就骑了一个金毛猴。到西游记里头呢，这金毛猴呢趁着看守他的童儿睡觉了，把锁链咬断上下界，换名叫赛太岁。这赛太岁拿3个铃铛能往里喷沙子呀、喷烟呐、喷火，孙悟空都奈何他不得。后来观音把他收回来了，这是我的坐骑金毛猴。在中国民间传说里呢，金毛猴来历更大，说它是僵尸变的。所以我说你别看盗墓，这里头有好多传奇，这些东西呢你如果从正面从传统角度去解释的，我估计我们今后还会拍出好多和盗墓有关的精彩电影。其实就是真实世界里的盗墓也有很多值得大书特书的。你比方说过去这个到盗墓的现场，经常发现呢这个墓坑里头死一个人，身上拴着绳子，结果绳子往上面顺的时候中间被剪断了。怎么回事呢？一伙人干呢，这个人下去了，把这宝贝往上扔，都扔差不多了，告诉顶人给我拽上来。顶人一看宝贝我一个人啊，你上来俩人分呢，绳子剪断你就死里头了，他跑了。所以时间长的人发现盗墓这事儿呢不能是陌生人干，熟人都不行，得一家人爷俩干这事儿。结果爷俩干这事也出现这情况，怎么着？这爹在底下把东西偷上来往上扔，儿子一看这都我的了，我爹上来还得跟我分，咔嚓绳子剪断，把自个儿爹弄死了。到后来呢换个个，换成什么呢？儿子在底下，爹在上面。没这回事了。为啥呢？可怜天下父母心。你看盗墓这种事儿上也能看得出人性来。那么今天我要说这个事儿我想先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早些年呢这个新概念作文里有这么一首经典的情诗，被无数少男少女所模仿。这个情诗内容是呢叫我来自云南元谋，你来自北京周口，我拉住你长满绒毛的手，轻轻咬上一口，爱情让我们直立行走。这个诗当时有很多人模仿，
因为什么？这个是直接和我们小时候的自然知识有关。大家知道云南元谋猿人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距今100多万年前的和类人猿有关的。那么北京周口呢，大家都知道，北京周口店呢也曾经挖掘出类人猿的这种化石。也有人说现在北京人呢，多数都外地移民来的，真正北京人在哪儿呢？在北京房山周口店里，因为距今有50万年前。那么我说的发现北京人的这个化石，不是说是整具的这个骸骨化石，而是就是那么几个头盖骨，类人猿的头盖骨。那么有关这个头盖骨，考古界为什么如此重视北京人的发现？是因为它弥补了人类进化过程当中一个缺失的环节。你比方说人类进化，咱们都开始说猴在树上一点点下来了，变成猿猴了。猿猴再往前呢，变成什么了呢？和人挺像的猿，类人猿，就云南元谋人。说然后就是人了吗？不是，在这个类人猿和人类之间还缺一个环节，叫什么？叫类猿人。你说类人猿只是像人，但还是猿。那么在进化人过程中，就还肯定有一个环节，它是像猿猴，但主要已经是人了。它应该缺这样一个环节。如果前面我们叫类人猿，这个环节就该叫类猿人，就有点像猿猴的人类，基本属于人类范畴，然后进化到现代人类。那么北京周口店他挖掘出这个头盖骨来，就把这个进化环节给弥补了。所以这个事情呢，是世界古人类考古学上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它弥补了原先人类进化过程当中缺失的中间环节。那么我们说，如此珍贵的头盖骨总共有5个完整的头盖骨。那么呢，也有不少世界科学家呢拍了照片呢，做了细致的研究。但是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这5个头盖骨找不着了。自从第2次世界大战抗日战争期间，这头盖骨在1941年失踪，这5个头盖骨再没有现于人世间，不知道哪儿去了。那么这个谜是怎么回事？到底它丢在哪儿了呢？咱们今天得从头说说这个头盖骨是怎么发现的。这个考古发现呢，是在1929年12月份被发现的。发现北京猿人这个头盖骨的人呢，是一个考古工作者，叫裴文中。有人说这1929年，1929年呢，中国正是最乱七八糟的时候。当时北洋政府呢，到1927年迎来了最后一个统治者张作霖，陆海空大元帅。这个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呢，南方的军阀势力呢已经成型了，然后进行北伐。结果双方混战，最后一直到张作霖死呢，南北假象上形成一种统一，就国民党军队实现了这个统一中国。可其实呢，危机四伏。我们知道1930年蒋桂冯阎4派军阀大战，那么当时中国正处于民不聊生的军阀混战阶段，同时呢各个列强啊还觊觎中国的一些基本的利益，所以当时中国人处在水深火热当中。那么本来这个年月呢，我们说盛世搞收藏，你这个乱世人保命还来不及呢，哪有功夫琢磨收藏这收藏那，还考古去？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机缘造成的。说为什么1929年那个时候能在考古学界发现这个，说人活都活不下去，哪有功夫琢磨这个呢？它来源在于北京周口店发现这个类人猿化石，这个是在什么地方？叫龙骨山，北京房山周口店村的龙骨山。这个山为什么叫龙骨山呢？这个龙骨啊，咱们有的懂中医的朋友知道，说这龙骨是一个可以入药的药材。是什么呢？就是古代动物的骨头，说白了化石。说这龙骨呢，你把它磨碎了呀，能治跌打损伤，能治出血，有的传的那就神的不得了了。你看原先北京天桥那卖大力丸的往这一站，哪位说了，我这个大力丸能不好使了，不管你是这个车砍着斧剁着蹬燎着火烫着牛顶着马锤着，吃了我的大力丸，他那个大力丸里头就有牛骨的成分。
就能治跌打损伤。那么这个方子呢，不是现在才有，打北宋年间就传过来，所以从宋代开始有记载的，就有一些搞中药的人呢，到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上去挖这骨头。所以这个从宋朝一直挖到民国，你想想，就不少这个化石都给挖出来了。然后这些呢，老外到中国来呢，他打听说这玩意儿灵不灵啊？他也好奇，因为这个外国人西医他不信中医这些东西，他先把这些化石拿过去看看灵不灵，就有的运回到西方去。结果被西方的一些学者一研究不得了了，说这可不是什么动物化石啊，这是人的化石啊！你看这个人，还不是说现代人啊，说这什么时候的呢？一用同位素鉴定方式一看呢，距今得有50万年，这了得吗？在西方整个考古学界轰动，那中国还有这个，而且这个等于弥补了进化的一个环节，所以一下子外国不少的考古学家呀、古人类学家、生物学家一窝蜂的往中国来，要到北京周口店龙骨山这儿来看看怎么回事。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咱们当时国民政府一看呢，也不能这个成果让老外给弄去，以前也不是没教训，像敦煌壁画之类的都让这个老道跟外国人弄一块给弄走了，这不行。所以当时国民政府呢，就派中国当时的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院，因为古人类嘛，当时协和医院派出一些医学专家，两方合到一块，借用自己这是地主啊，本地人呢，直接去这个房山周口店去进行考古挖掘，说白了要抢在外国人头里把这事儿干完。那么开始进行的是1929年，已经是冬天了，我们就说这已经挺冷了。当时这些考古学家上山去挖，这里头就有来自地质调查所这个裴文中。裴文中当时年轻人，身强力壮，精瘦，比较瘦，在山上呢挖。我们这个考古学是很枯燥，每天大伙正觉得没意思呢，因为一想你说从宋朝到民国挖1000多年，还能有了吗？有时候挖出来也是就普通的动物，刚死的动物的骨头，不值钱。就这么挖着挖着，哎，发现有个小山洞。这个考古学我刚才说很枯燥，挖掘的过程没意思，见着个山洞大家都挺兴奋，为啥？当探险玩了。可是这山洞口特别窄，你像我是肯定进不去。一看裴文中这瘦成这样，你试试，他最瘦最小，这裴文中往里一钻，哎，就他能进去，别人谁也进不去。要不我说这老天爷有时候啊，准备一些成就啊，得给特殊人准备。你看这时候就是谁又瘦又小，谁就占便宜了。就这么裴文中钻进去了，钻进去一看，洞口虽然窄，里边挺宽敞，一看像一个动物的这个洞穴。他当然事先里边也都是往进喷烟干什么的，看看里头有没有动物，没有。然后带着蜡烛点着了，里边一看，哟，有不少动物的骨头。这裴文中更放心了。为什么放心了？挖1000多年了，该挖的骨头都给挖走了，这块还有骨头，说明什么？这地方没人来过，没人来过就有可能有这个类猿人的化石。就这么他这一发现不要紧，大伙非常兴奋，接下来洞口拓大往里挖。1929年12月2号挖出了2个完整的北京人的头盖骨。后来到1936年呢，有个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他又来到周口店龙骨山，经过他的挖掘，又挖出了3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早期的科研的根据是5个完整的头盖骨。那么这些头盖骨呢，当时限于一些条件，都保存在了协和医院，因为协和医院消毒啊什么这个储运呢设备比较完善，搁到了协和医院。那么接下来的事儿说为什么头盖骨没了？大伙都知道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这个时候日本侵华可不仅仅是说是烧杀掳掠、占地盘、抢财宝，他对你所有的科研成果他也感兴趣。
当时就是日本人老早就听说了头盖骨这个事儿，怎么还留在协和医院了？日本人就有人到协和医院这儿打去琢磨，所以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就发现不行了，这个头盖骨再搁在北京不安全了，早晚得出事儿。日本人虎视眈眈，要琢磨你这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呢，经过蒋介石同意，在1941年制定了一个方案，要把这个头盖骨啊从北京运走。说运哪儿去呢？那是全国打仗，兵荒马乱，哪儿也不安全。蒋介石一想，我的盟友安全呢，运到美国去。你那时候欧洲希特勒部队打仗，亚洲日本这边跟中国开战，美国没有打仗呢，孤悬海外，大西洋那边的太平洋那头的，运那儿去吧。就这么一商量，就要把这个头盖骨呢运到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去，搁那儿存着。这都跟美国都商量好了，据说宋美龄去都谈好了。41年11月份制定这方案，什么方案呢？把他从协和医院的这人骨拿走，然后呢专列从这个北京火车到秦皇岛，然后秦皇岛出海，搭乘美国的货轮哈德逊总统号，搭乘这个，然后远渡重洋。那么设计好这方案呢，最后确定时间呢是12月5号在北京出发，然后正式的起锚，这船走往美国运，12月8号从秦皇岛外出海。大伙想想1941年12月8号发生啥了？我先不说啊，倒霉就倒霉这日子上，他早2天也没事，再往后推也没事。我们知道12月8号什么日子？日本突袭珍珠港，等于直接对美国宣战。美国本来想孤悬海外，不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发战争财卖军火的，结果日本因为争夺太平洋领域的制空权和海岛权，直接向美国人开战了。美国不能做事了，宣战，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扩大。那么赶这一天，日本既然派自己的空军部队奇袭珍珠港了，跟美国撕破脸，他也就不在乎了。当时在秦皇岛出海不是搭美国的这个轮船吗？护送的是美国海军陆战队。那时候美国在中国驻军呢，跟日本呢属于相安无事。可是这一宣战，那对不起了，日本人就得向你下手了。结果这头盖骨自此之后就失踪了，再就没有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那么这个头盖骨哪儿去了呢？现在说法不一，当然最认可的说法，那日本人给俘虏了，东西归他了，这头盖骨应该在日本呢。所以当时呢，很多人就认可这个头盖骨啊，一定是被日本人拿去了。他不定运哪儿，比方说运到满洲国那边，回满洲国那儿搞研究去了。这事儿有人证。后来有个日本的这个军官，名字叫做中田光南，他当时呢就说，后来回忆啊，说我呢那会儿战败嘛，4、5年战败，我就从这个河北跑到长春。他岳父是日本的一个古人类学家，在长春研究，然后到他岳父家呢，他岳父就摆弄一些头盖骨什么，他岳父告诉他，这就北京人头盖骨。你看还有这么个军官当人证，所以这一点呢，很多人深信不疑。二战结束之后呢，蒋介石政府就要求你必须日本把这个欠我们的东西得拿回来，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哎，赶紧给我。这个时候呢，盟军就我们说美国为代表的，就责令日本政府，你战败了有什么说呢？抢人东西赶紧拿回来。日本说我们没拿到头盖骨。这样盟军成立个调查团，经过2年时间调查，说没在日本，没有确切证据在日本。你想日本都战败了，又赔款又干嘛的，都这个样了，头盖骨在他手，他还有啥理由不拿出来？即使在那也没在他的官方手里。就这么得出结论，这头盖骨没有在日本。那么没在日本在哪儿呢？又有第二种说法，说这个头盖骨啊
就没离开过天津，不是运到天津了吗？说当时运到天津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兵营呢已经知道日本人要上来了，所以就把头盖骨先转移到哪儿了呢？就是海军陆战队在天津那个兵营有个6号楼搁到那地下室。说这个事儿是怎么出来的呢？8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有个古人类学家，叫夏菲罗，他从美国飞到天津就找这个来了。他有个老朋友是当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他说他知道当年一说山雨欲来，日本人要上来了，这头盖骨运到天津，就有人秘密的把它先转移了。说当时是从北京先运到天津，从天津再奔秦皇岛去，是这个路线，所以藏到海军陆战队在天津的兵营地下室。为这个他还专门把当年一个照片拿出来了，说你呀，这我们当年兵营照片，你到天津对你找一找。就这么着，这夏菲罗漂洋过海来到天津找，一个个地方对，那哪还找去？那6号楼啊早就在唐山大地震当中给震塌了，那都多少年了，而那个地方都没了，夷为平地之后建个学校，那地方是个操场。这夏菲罗当然不死心了，掘地3尺我得挖呀。结果学校的人告诉他，让他死心了。他说这地下呀，我们建操场我原先想盖楼，挖地基，地下一看确实是有地下室，可是全是水泥结构，啥也没有。你说那个提供的消息说这是木头的地下室，4甲都是木头包着，然后呢储存头盖骨的箱子是木箱子，这是那个陆战队士兵给提出来的。说这个地方根本一片木头都没有，我可以把当年资料都调出来，我们那会儿都挖过。要真是在这块儿，你想想我们都挖一遍了，那中国不是我们自个儿东西不早都报道了没？这夏菲罗一琢磨，可也是这么事，就死了心了。所以当时他回去以后呢，写了文章，西方国家也都知道了，就他折腾这一通，说明这头盖骨也没在天津。那到底在哪儿呢？到1996年又生出个波澜，有一位曾经侵略过中国的日本老兵，临死之前良心发现，说我知道协和医院往东能是哪儿呢？2公里左右圈定一片松树，哪有松树？只有一个地方符合条件，现在北京的日坛公园。日坛公园有松树，而且一调查说这片松树都长了多少年了，几十年往上，日本鬼的时候就有。再看一棵一棵树排查，真就看着有棵大树，明显的树皮被扒去，而且那痕迹是老的痕迹。锁定这块给我戒严，周围拉上绳，警察来了，考古学家来了，都不是掘地3尺，挖3米多深，挖完了连根猪骨头没找，没有。这有人发现这图纸书中有挖洞的痕迹，那是因为底下原先是盖石土层，很正常的。所以折腾了前后有几个月，啥也没有。有人说这日本老兵干嘛？这个人要死之前呢，容易出现幻觉。再一个人死如灯灭，离开这个世界他不甘心呢，我得留点事让你解解闷，没准人死之前胡说八道呢，这当然。所以这么一折腾，好多考古学界人死了心了。你看日本不能证明是那儿有，天津没有，北京没有。最后有人说了，说我查历史文献了，说当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候给周恩来总理带了一个消息，说那头盖骨在哪儿呢？在阿波丸号上。什么叫阿波丸号呢？是当年日本呢从中国搜罗了大量字画、古玩好东西、金银财宝，通过海路往日本运，阿波丸号，结果搬到沉船了，说在那沉船上面，反正这个证明人类历史进化一个重要环节的北京人的头盖骨，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从我们的视野里头已经消失了70年了。1941年，现在是2011年。那么在这么漫长的时光当中，有无数考古学家
孜孜以求，想把这东西弄出来，为自己的科研成果再添光加彩。可是现在裴文中先生去世了，贾兰坡先生也去世了，那么他们也是带着这个巨大的遗憾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朝一日呢，北京人这个头盖骨能够再现人世，能够给中国考古学界的遗憾能够弥补了。好，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